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翻阅书籍影片，挖掘奇闻怪事。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玛丽皇后号灵异曝光，暗夜敲门声与 B340房的恐怖故事。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疫情刚到的这几年，国内开始兴起了到山上露营，跟大自然亲近，为的是享受新鲜空气，远离都市尘嚣。但有些国家、有些山、有些区域，小心生人勿近，因为有太多不寻常的诡异失踪事件。像是香港的西贡就有一个关于结界的传说，这让当地民众议论纷纷。原来在西贡的山区，过去常传出有登山客失踪的事件，而其中又以这一起休班警丁丽华案最为知名。这是2005年的9月，一名探员丁丽华，这一天他休假来到了西贡山区爬山，只不过爬着爬着他迷了路，第一时间当然是打电话来寻求协助。但诡异的事情来了，整整7分钟的通话过程里面，接线生怎么问他怎么查，就是没有办法确定他的位置。而这通电话结尾是以2个字救命作为结束，之后他人间蒸发，再也没有他的讯息。尽管相关单位搜山搜了好几天，连尸骨连物品都没有发现。事后有人还原这7分钟的电话，他讲了些什么呢？其实丁丽华讲了好几串神秘的数字，不过这些数字不是坐标位置啊，因此不少人怀疑丁丽华他是不是进入到西贡山区那传说中的结界空间呢？晴空万里，远离都市尘嚣，用力呼吸新鲜空气，好不快活。Oh, you can't even see it. The visibility is nil. We head down to the visitor center area and we got picked up by our Alisan House shuttle ride. We picked this property because this is one of the few ones that is actually in the park. 登山健行是不少人最爱的休闲活动，可以暂时逃离繁杂的生活，忘却压力烦恼，尽情被大自然环绕。这也是为什么每到年假总是能看到大批游客上山。群山环绕之下，微微的阳光洒落在大片绿地之上，中间的美丽湖泊是位在新北市跟宜兰交界的松罗湖。只不过在深山密林里，除了分多近，还有许多诡异的传说。今天要介绍的可以说是历史上最著名也是最神奇的登山悬案之一——西贡结界事件。西贡又被称为是香港的后花园，从里到外都散发出慵懒氛围，可以搭船跳岛，街边满是文青书店，自在漫步在小巷里，能感受到浓厚的香港气息。只不过这样一个风景区，怎么会跟失踪案扯上关系呢？先把时间倒回16年前的2005年，当时一位45岁的反黑组探员丁丽华，这天他刚好休假，于是就来到西贡麦里浩径爬山。2005年9月11日中午12点45分，香港警务处的报案中心接到一通电话。999 999。唔該，我行山㗎，而家喺西貢586啊。咩事啊？我行山蕩失路啊。或許是迷了路，丁麗華打電話報警，希望能尋求協助。喂，先生。喺西貢嗰邊啊。你係咪行緊西貢麥理浩徑啊？係啊，冇錯。只不過這通電話卻成為了整個事件最大的謎團。而家個位置喺400
70404870，然後係咩？听听当时丁丽华报警时候的录音，可以判断她在声中迷失方向。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过程中，她讲出了一些神秘数字。487020啊，487020啊，係咪啲標佢柱啊？係咩柱啊？西贡586487040，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吗？乍听下会觉得丁丽华是在报出自己的坐标，让救援人员方便行动，但经过比对，麦里浩径坐标是 M 字开头，相差非常远。还是这几串密码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喂，随后，接线问道是否需要叫救护车，但只听到报警的那头传来了几声救命，在最后一声呼喊声结束后，便再无音讯。之后，丁丽华就人间蒸发，警方还有搜救队上山，都没有找到他的下落。俗话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却连遗体都没找着。直到今天，休班警丁丽华案依旧是未解之谜，更衍生出了西贡有结界的说法。就在警方持续搜查丁丽华的下落时，10月2日，又一名登山客在西贡失踪。他是一名23岁的公务员袁志勇，他也是香港童军团的团长。而在丁丽华之后，也陆续有人在西贡山区失踪。2005年的10月，一位公务员和3个女同居去爬西贡角山，中途失踪，警方花了2天时间搜索，最后在密林深处发现了遗体。但奇怪的是，他沉尸的位置距离警方第一天搜索的地点不到10公尺，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呢？然而10多年过去，丁丽华一直没有被找到。2016年，西贡又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山难事故。在2016年，有位男子张善鹏到西贡爬山，失踪超过3天，好在最后平安获救。但他说出一段不可思议的体验。1个月后，康复后的张善鹏在个人的脸书写道他失踪那4天的经历。当天，他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徒步旅行，但他发现天色突然变差，准备提早下山，却在一处灌木丛中突然昏迷。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是晚上8点，因此他只好在山上度过一晚。隔天，他继续寻找下山的路，但却不慎迷了路。当他路过一条溪谷时，看到2个人影在溪边戏水，但他不管怎么呼救，对方都充耳不闻，就像是有一道无形的结界将张善鹏给隔开。有不少人推测，或许是这个地区有着特殊磁场，让人失去方向感才会传出结界的说法。而登山的诡异事件也不止这一桩。这一张照看不出主题，似乎没有关联的照片，却关乎着2条宝贵的人命。2014年，2位荷兰女孩克里斯还有丽珊结伴到巴拿马旅行，为了这次壮游，他们存了好久的钱，打算趁这个机会学好语言，也协助偏乡教育。这时候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即将来大难临头。So their trip began on the 15th of March in 2014, and for the first 2 weeks of the 6-week trip, they were kind of just hanging out, doing their own thing, exploring the city themselves, and I guess that was kind of like their celebration time, their like reward time for graduating. 那事实上，按照原计划呢，他们和那个导游约定是在4月2号，也就是第2天，一起去另一个景点。但是到了4月2日呢，导游却迟迟没能联系上他俩。于是啊，他就去了他们住的民宿去找，才发现他们昨晚没有回来。那当时那个学校的人呢，和导游就去周围去找，始终没有发现他俩的踪迹。4月1号这天，2个人带着一只狗到山里践行，出发的时候还把照片偷上网，没想到这却成了他们最后的身影。之后2个人便断了联系。
只有狗狗回到寄宿家庭，女孩的家人立刻报警。隔天，当地居民和政府组织了搜救队展开救援。动员大批人力，甚至还出动特种部队喊警犬，始终一无所获。克里斯和丽珊究竟是生是死呢？这两家人还寄出高额奖金找人。2个月后，当地一名妇人捡到了一个背包，交给警方。经过检查，证实是丽珊的包包，里头有太阳眼镜、贴身衣物、护照，还有最重要的手机跟相机。Suspected human remains and hiking boots found during the search for 2 young Dutch women have been confirmed to have belonged to the girls. 根据手机记录显示，在失踪当天下午，2个人好几次打给紧急求救单位，可能碰到了大麻烦，或许是迷路，或许是受伤，不知道。但随着更深入调查，警方开始觉得这起事件不太单纯。从公布的照片来看，大部分都是2个人在巴拿马游玩时候拍的照片。那在4月1日，也就是上山的第1天，我们几乎可以从照片中看到他们一路的行程。相机里的照片大部分是在普通不过的生活照，却掺杂着一些匪夷所思的照片，而且是在他们失踪之后所拍摄的，勉强还能看出拍摄地点是山林间。照片上有大量白色光点，看起来不太像萤火虫，还有神秘的发光球体。这时候有人开始怀疑，他们不是碰上山难，而是遇到了无法解释的存在。Someone uses the camera to take 90 incomprehensible photos at night, which are like something out of a horror movie. 又过了2个月，有居民在树林里发现一块盆骨，脚长住之后，调查人员又找到了33张骨牌，经过 DNA 比对，确定是失踪的克里斯和丽珊。他们没能活下来，却留下了巨大的谜团。And then we have 4 of them, and these photos were taken the night of April 7th into the morning of April 8th. They're so random. Like, what were they doing? You have a rock, and you have this red material, I guess candy wrappers around it, tied to this twig. The theory is that one of the girls was already deceased, and the other one was trying to mark the location of her body. 是在雨林里遭到野兽攻击，还是摔进深沟活活饿死？但都无法解释。相机拍下的诡异照片，还是说2个女孩在这片恶夜森林里遇到了山魅，又或者是外星人？ And then this one is super weird, a little eerie. You see that right there? Some people say that that could be a body, or to me, more likely, if it is a human, it's somebody passing through beneath. These photographs to me look like they were taken from inside a nightmare. 在这2个人失踪的10天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偏离原本的观光路线，进入密林深处？还有很诡异的一点是，警方找到的盆骨有漂白过的痕迹，这不是野兽所能办到的。Look, we know that this trail is a drug trafficking trail. Like, we have been told that. They told us not to stay out here at night. So we know that there are shady characters that make their way through here. 随着纪录片团队深入调查，也发现这座雨林的确很不寻常。当地人盛传，因为路线崎岖，很少敢靠近，所以有贩毒集团把这条路当作运毒路线。女孩神秘消失，或许是他们搞的鬼。So I'm in the jungles of Panama, investigating the disappearance of 2 Dutch girls. And if I've learned anything so far, it's that this jungle is absolutely terrifying. 直到今天，2位女孩死亡的谜团依旧没被揭开。在这起事件发生后，陆续至少有20名的旅客
在巴拿马雨林中遇难。或许这个地方真的存在不寻常的东西，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得而知。然而种种诡异传闻越传越盛，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